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安德斯·汉森所著的《心理大脑》这本书。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产生数百种不同的情绪。大家可能会觉得，如果没有负面情绪，我们的生活会更加轻松。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感到沮丧或焦虑。如果人类只能体验积极的情绪，可能早就已经灭绝了。值得注意的是，情绪本身并不可怕。这本书以为什么人类会产生情绪为切入点，深入讲解了如何通过增强大脑的应对能力来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不安；第二，运动可以增强心理素质；第三，不必努力追求幸福。首先是第一部分，为什么我们会感到不安？第一个要点是不安与压力的区别。压力是对身体或心理负担的自然反应，更多的是一种生理过程，而不仅仅是情绪上的表现。比如，当我们慢跑时，身体感受到的疲劳就是一种压力。在学校考试时，心理压力同样会显现出来。压力会让心率加快，血液流向肌肉，身体进入战斗或逃跑的模式，集中精力应对当下的威胁。而不必要的系统则会暂时休眠。适度的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刺激，尤其是在短期内，它能让我们更加警觉，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然而，过度或长期的压力，特别是情绪层面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身心的问题。那么，不安又是什么呢？不安实际上是一种更持久、更深刻的焦虑感，可以理解为不安是预期中的压力。例如，当被老师责骂时，我们会感受到压力，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现实的威胁。而当您担心明天可能会被老师责骂时，这种预期的焦虑就是不安。虽然身体的反应类似，但压力源于实际的威胁，而不安则是针对于潜在或假想的威胁。即使这种威胁并未发生，不安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情绪。甚至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确切来源，但它会在我们全身蔓延。不安的强度和频率因人而异，但它和饥饿、疲倦一样，是我们的一种自然情绪。第二个要点是大脑中的警报器。我们的大脑处理外界信息时会有几毫秒的延迟，也就是说，我们此刻看到的世界其实是稍微滞后的。然而，通常情况下，这种延迟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有时，及时的反应可能关乎到生死。例如，当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突然接近您时，你会本能地迅速后退，而后才意识到卡车的存在并感到恐惧。这种超前反应是因为在视觉信号到达大脑皮层之前，它已经先经过了扁桃体。扁桃体作为大脑的警报中心，负责发现潜在危险并迅速发出警报，有时甚至在并不存在实际威胁时也会触发这种反应。第三个要点是恐慌的成因。极度的不安可能会引发恐慌症或恐慌发作。当不安达到顶点时，身体会做出极端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甚至感觉到失控。这是因为身体的战斗或逃跑机制被过度激活。身体错误地认为自己处于生命威胁之中，必须立即逃跑。恐慌发作通常发生在难以迅速脱离的环境中，比如地铁或拥挤的公交车上。这种极度的恐慌大多是因为扁桃体的过度反应。虽然很多人以为这是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是大脑对不存在的危险做出了过度反应。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自己可能很难彻底解决。因此，寻求专业帮助是必要的。当您感到强烈不安时，请记住，这只是大脑的误判，不安本身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危险。这种认知可以帮助您更好地应对这种情绪。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运动可以增强心理素质。第一个要点是，大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常常误以为大脑和身体是分离的，但实际上，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依赖于身体的整体健康。当我们的身体健康时，大脑也能在良好的环境中运作。
运动对大脑的好处不仅体现在加强器官和组织上，还包括稳定脑脊液的功能。除此之外，运动还能提升肺部的氧气吸收能力，并增强心脏和肝脏的功能。当这些身体机能提高时，信号传递到大脑，会直接影响情绪的生成，从而增加幸福感，减少不良情绪的产生。事实上，运动是预防抑郁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二个要点是，人类通过行走而进化。现代人每天的步数大约只有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类的1/3左右。我们的祖先平均每天走15000到18000步，而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进化的。因此，只有当我们达到一定的活动量时，身体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例如，我们的压力系统 HPA 轴主要用于应对野外生存时的威胁，如动物攻击或感染。而现代社会的工作压力或学业焦虑并不是这种系统的设计初衷，但它仍然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应。在过去，保持身体强健，能够长时间行走或奔跑，是降低生存压力的关键。即使在今天，通过运动，我们的身体也能更好地应对现代生活的压力，改善整体的心理状态。第三个要点是，哪种运动最适合？根据2020年汇总的18项实验结果，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运动，都有助于减轻焦虑。换句话说，增强心理素质不一定非要通过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才能实现。患有恐慌症的人通过运动可以减少恐慌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而社交恐惧症患者也会逐渐不再那么害怕与人见面。当然，运动的效果因人而异，有些人反应明显，有些人效果较弱。然而整体来看，运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积极的。因此，对于不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后是第三部分，不必努力追求幸福。第一个要点是狩猎采集者的幸福感。如果将幸福定义为不感到强烈的不安或焦虑，那么现代社会中那些心理状态稳定的人，实际上与远古的狩猎采集者有些相似。现今仍有一些部落生活在自然中，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尽管这些部落中许多成年人经历过失去孩子的痛苦，生活条件看似艰苦，但他们却很少表现出焦虑和抑郁。这表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尤其有2个因素影响显著：一是他们经常运动，二是与群体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狩猎采集者每天步行15000到18000步，并时常进行剧烈活动，心率加快。此外，他们的社会纽带非常紧密，过着集体生活。研究表明，保护心理健康的3个主要因素是运动、优质的睡眠和朋友。而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恰好涵盖了运动和朋友这2个要素。他们很少失眠，可能与运动和社会连接有关。此外，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吸烟和饮酒者，也很少接触环境污染。与我们不同，他们的饮食中几乎没有加工食品，因此这些生活方式都为健康提供了保障。研究人员甚至很难在这些人群中找到疾病患者，尽管他们没有现代的医疗条件或饮水、用电设施。如果幸福与健康相关，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第2个要点是幸福的秘诀。人类在合作方面的能力使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具优势的物种，因此孤独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我们的祖先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依靠集体合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一项长期调查，研究幸福生活的要素。结果显示，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良好关系是大多数人认为最重要的。您并不需要有很多朋友，也不必时常保持联系，关键是有几位可以信任的朋友，并在需要时能够陪伴您。换句话说，幸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他人。幸福感本质上是一种短暂的情绪，追求它往往适得其反。
因此，努力追求幸福并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应该将精力投入到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而不仅仅关注最终结果。如果存在所谓的幸福秘诀，那就是与值得信赖、相处愉快的人在一起，全身心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这样的状态反复循环，就是通向幸福的道路。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